公元334年，石虎飞杀侄子石弘，夺取后赵大权。3年后，他正式称大赵天王。此时的后赵正值鼎盛时期。然而，南方的东晋，北方的前燕，西边的钱粮也在虎视眈眈。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看似强盛的后赵，最终没有亡于强敌，而是在石虎的统治下，一步步走向崩溃。建武3年，公元337年正月，石虎效仿商周虎志，正式称大赵天王，与邺城南郊继位，并大赦境内。他册立王后郑氏为天王皇后，立长子石岁为天王皇太子。然而好景不长，石岁向来不满父亲偏爱石宣、石涛2位弟弟，暗中萌生效仿匈奴木都单于弑父夺位的念头。石虎察觉后，立刻逮捕石岁的亲信李严，严加审问。惊惧下的李严将石岁的谋逆计划和盘托出。震怒的石虎下令将李严及其全家30余人全部斩首，最后将石岁幽禁于东宫。被幽禁的石岁依旧桀骜无礼，毫无悔过之意。石虎忍无可忍，将石岁全家26口尽数诛杀，全部塞进一口特大号棺木中，草草合葬。同时处死石岁的党羽200余人。石岁伏诛后，石虎改立次子石宣为皇太子，将石宣生母杜昭仪册封为新任天王皇后。此前的天王皇后郑延讨则被废为东海太妃。为平衡诸子势力，石虎又将军政大权部分交给宠爱的五子石涛，试图在石涛与石宣之间形成权力平衡，避免再次出现楚军独大的局面。完成后赵内部权力布局后，后赵暂时进入稳定期，石虎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江南。建武5年，公元339年8月，东晋征西大将军庾亮镇守武昌，准备北伐后赵，派毛宝防郡率军驻守江北诸城，作为江北前哨据点。石虎对此大为震怒，随即任命奎安为大都督，统领石建、石闽、引龙、张洛等，率5万大军进犯东晋荆扬欧州北部边境，另派2万骑兵专攻诸城。毛宝被后周大军围困后，向庾亮求援，庾亮却误以为诸城城防坚固，没有及时派出援军。9月，石闽在连营大获进军，斩杀东晋将领蔡怀。张默率军攻克诸城，城中6000守军全部战死。毛宝防郡突围后渡江逃亡，最终溺水而亡。此后，奎安进驻胡亭，进兵侵犯江夏。奎安继续率军包围石城，晋宁太守李阳率部拼死抵抗，镇斩后赵军5000余人，奎安这才被迫退兵。建武6年，公元340年，石虎写信给成汉皇帝李寿，邀约与成汉联合南下进攻东晋，约定事成之后平分江南之地。然而李寿既不愿长途远征耗费国力，也看穿后赵豺狼心性，深知就算联军灭尽，成汉也只会沦为后赵附庸。加上蜀地军民普遍厌战，李寿最终拒绝了这一计划。而此时又恰逢辽东前燕崛起，他便搁置了南征计划，转头全力筹备进攻前燕。同年9月，石虎下令在思济、清徐、幽并、雍7州推行征兵令，每4名男丁选取2人，每5名男丁选取3人，连同邺城原有军队，总兵力超过50万人。他下令改造1万艘舟船，打通黄河入海水道，向乐安城运送军粮1100万斛。同时将辽西、北平、渔阳3地1万多户边民内迁到兖州、豫州、雍州等地安置。为保障骑兵兵力，石虎下令全境收缴民间马匹，胆敢私产马匹拒不交出者，处以腰斩之刑。最终共征得战马4万多匹。他在邺城西郊阅兵台举行盛大阅兵式，准备大举进攻前燕。可前燕慕容晃精准预判出石虎的部署中心在乐安城方向，蓟城一带的防备必然空虚，于是亲率燕军奔赴幽州。后赵幽州刺史石观拥兵数万，不敢出城迎战，燕军接连攻克武遂、高阳等地，沿途焚毁后赵囤积的军粮，掳掠3万多户人口后返回。石虎耗费数月储备的攻燕计划被直接打乱。
这次针对前燕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就此彻底搁置。建武9年，公元343年8月，宇文鲜卑首领宇文义斗贵抓获此前流亡在自己部落的段辽之弟段南，将他押送至后赵朝廷，同时进献骏马1万匹以示臣服。石虎没有加害段南，反而下令让他率领原先追随自己的5000鲜卑部众回到辽西旧都，另之驻守，以此借助段南在段氏鲜卑中的声望，在辽西边境构建起一道牵制前燕的屏障。这一安排既让宇文义斗贵通过向后赵示好，获得了后方安稳，也让后赵在辽西多了一支可借力的鲜卑武装，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北方的地缘优势。建武10年，公元344年，等到前燕大举进攻宇文鲜卑时，石虎立刻派右将军白胜、并州刺史王霸从甘肃出兵驰援。然而援军抵达时，宇文氏已被前燕灭国，后赵军转而进攻威德城，没能取胜，准备撤退。前燕将领慕容彪率军乘后追袭，最终大败这支后赵援军。此战之后，也让后赵彻底放弃向东扩张的战略。建武12年，公元346年，趁着前赵君主张俊去世，年仅16岁的新君张崇华刚刚继位，石虎立刻派凉州刺史麻丘率军大举进攻前凉，攻克京城、大夏等地。次年，他又任中书监石林为征西将军，率领兵士2州2万多兵马，作为麻丘的后援，进攻扶韩。前凉部将宋勤等人见状，率2万多户百姓直接向后赵投降。前凉形势一度岌岌可危，危急关头，张崇华破格提拔出身寒门的年轻书生谢艾，任命他为史思节军师将军，率3万步骑兵进军扶韩。谢艾临阵不骑马，乘着轻车，戴着白色边帽，从容击鼓进军。麻丘远远望见后勃然大怒，认定这是年轻书生轻视自己，当即下令3000龙骧骑兵疾驰突击。谢艾身边的随从都惊慌不已，有人劝他立刻骑马避敌，谢艾却镇定下车，坐在交椅上从容指挥。后赵军见状，疑心四周藏有伏兵，不敢贸然向前突进。前凉别将张茂趁机从小路绕出，截断后赵军的后路。后赵军瞬间阵脚大乱，开始败退。谢艾趁势挥军猛攻，一战斩杀13000多士卒。麻丘仅单人匹马狼狈逃奔大夏城。这场以少胜多的大捷稳住了前凉的危局，也让谢艾一战成名，成为16国时期著名的儒将代表。同年7月，石虎又派征西将军申福都率领步骑兵2万人与麻丘的残部会合，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屯军长醉。谢艾随即率军屯驻于神鸟。后赵将领王卓与谢艾的前锋部队交战，兵败后逃回黄河以南。8月初3，谢艾进军攻打并大败麻丘，麻丘逃回京城。石虎听说以后叹息道：“我靠部分军队平定了九州，如今拥有九州的兵力，却受困于扶韩。他们有人才在这里，不可图谋。”因此一败，石虎打消了吞并前凉的念头，精力转而放到了国内。建武13年，公元347年9月，他命太子石宣前往各地名山大川祈福。石宣摆出天子规格的仪仗，亲率18万士卒，浩浩荡荡从金明门出发。石虎从后宫登上凌霄观，远远眺望，笑着对左右说：“我家父子这般强盛，只要不是天崩地陷，就没有什么可发愁的。往后只管抱子论孙，日日享乐就够了。”这就是成语抱子论孙的由来。然而没过多久，他又让石涛以完全相同的规格出京巡游，这也进一步激化了两兄弟的矛盾。建武14年，公元348年，石宣因不满石虎愈发偏爱石涛，暗中派刺客杀死了石涛，随后密谋弑父夺位。石虎得知真相后大怒，下令用铁环穿透并锁住石宣的下巴，拔掉他的头发、舌头，砍断手脚，刮去眼睛，扔进柴堆，活活烧死。石宣的所有妻妾儿女全部被处斩，东宫的数千官吏全部被处死，东宫也被拆毁，改作养猪场。
石虎又把无辜的东宫卫士10余万人全部流放数位凉州，其中1万多人在军官梁笃的领导下发动起义，用斧头和锄头当武器，居然杀得后赵正规军连连败退，各族百姓也纷纷加入义军。起义军击败石虎的儿子石豹，攻占长安，人数已经超过10万，随后登出潼关，攻取荥阳、陈留等郡。石虎急忙调集重兵围剿，又征召驻军于反头的氐族首领伏侯和驻军于猎头的羌族首领姚一仲合兵进攻，才镇压下去。梁笃战死于荥阳。然而此役之后，后赵的统治根基已经彻底动摇。随着石虎的年事渐高，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于是决定立年仅10岁的幼子石氏为太子。石氏的母亲刘氏被封为皇后，这位刘氏本是前赵末代皇帝刘耀之女。当初前赵灭亡时，将军张才俘虏了她，献给石虎，后来生下石氏。石虎叹着气说：“我真想拿珊瑚石灰洗洗肠胃，怎么生出这么多混账儿子？孩子到20岁就想杀父亲，还是立小儿子吧。他才10岁，等他长大了，我也早就死了。就算我那时还没死，真被他杀掉，我也没什么遗憾的。”姚一仲直言不讳地对石虎说：“儿子死了就伤心了。在他们年幼时不挑选贤德的人好好教育，才导致他们长大后背叛你。既然儿子已经谋反，杀了他就没什么可估计的。”一语点破了后赵父子残暴的本性，也道破父子相残的本质。为了弥补最后的遗憾，太宁元年公元349年正月，石虎正式称帝，实行大赦，将所有的儿子爵位全部晋升为王。4月23日，石虎去世，太子石氏继位，尊母亲刘皇后为皇太后，刘氏垂帘听政。此时的后赵看似依旧强盛，但谁也没有想到，仅仅几个月后，这个曾经横扫北方的强大帝国会迎来灭顶之灾。